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那么这期影片我主要想和大家聊一下关于日本语考试。那么日本语考试顾名思义就是给那些母语是非日语的人所设立的一种考试，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测试那些非母语者对于日语的掌握水准如何。那么不管你是即将来日本留学还是来日本工作，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绕不开要参加日语考试这件事情。那么根据日本文化厅的资料显示，现在市面上一共有23种日语考试可供大家选择，不过大家主要会选择的还是左边显示的这4种了。如果你是来日本找工作的话，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你是会选择 BJT 或者 JLPT。如果你是来日本考大学的话，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你是会选择 EJU。当然也有一些私立大学是可以用 JLPT 的成绩去替代 EJU 的日语成绩的，也有一些大学是同时需要大家去提供 EJU 和 JLPT 的成绩的。最后，如果你是来考大学院的话，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你是会选择 JLPT。然后我个人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学好日语再来日本，而且是尽可能学得越多越好。我个人感觉至少 N3 以上会比较好。那么提前学习日语的好处都有哪些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可以更快地理解日本的文化习俗，融入当地的生活。那么大家来到日本之后，生活的方方面面接触到的语言环境基本都是日语。如果大家会一定程度的日语的话，就不用去麻烦别人，可以自己单独解决问题。比如说申请日本语学校、银行账户、信用卡、电话卡、租房、开通水电煤气，或者去政府办理各种手续，申请某些书面文件，还有查阅各种资料等等等等。其实第二点就是可以避免浪费时间在学习日语的初级阶段，节省成本，提高效益。大家不妨想一想，花费同样的价钱，是学习难度高的日语值，还是学习难度低的日语值？想必只要不是3岁小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吧。第三点就是可以更快地准备升学和就业。那么第3点和第2点是有关联的，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那么第4点就是可以防止被骗。那么关于这一点，我想和大家说的是，大家如果是一个人来到异国他乡，而且还是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那么很容易对能够说日语的同胞产生依赖感和信赖感。那么这种时候就很考验那个人的人品如何，除非那个人是你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不然的话，我奉劝大家还是对陌生人保持一点戒备心。很多人就是利用这种人性的弱点去欺骗他人，比如说那些诈骗犯也是一开始跟你套近乎，然后一点一点的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对他放下戒备心之后，他再对你实施诈骗。那么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相似性的法则，就是说我们对那些与我们有共同点的人感到亲近，比如说家乡是相同的，来自同一个国家，甚至是同一个地区，都是老乡，又或者研究生院是相同的，又或者离家最近的车站是相同的。即使你是第一次见到某人，找到与他们的共同点，也能很快的缩短心理距离。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是不怀好意或者别有企图的话，那么大家就会非常的危险。老乡见老乡，背后来一枪。比如说第一点提到的申请电话卡，有的人是和日本的通讯运营商有合作，他就是故意想让你签约月费贵的套餐，那么他就可以吃更多的回扣。还有租房也是，故意带你去签约那些条件差但是月租贵的房子，然后和你说你是外国人，在日本很难租到好房子，劝你就先租着住再说吧。其实外国人在日本确实比较难租到房子，但那也只是相对日本人来说而已。毕竟我们的前辈做了哪些混蛋的事情，导致我们这些外国人在日本人的眼里信誉差，那就只有问他们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挖坑，后人遭殃。当然我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不怀好意的坏人，我只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和提醒大家而已。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所以说学习一定程度的日语也能够防止自己被骗。那么这个就是日本文化厅的官方网站，这里就显示了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23种日语考试，然后这里有一个试验的概要一栏，大家点进去这个资料，这份资料就详细的说明了那23种日语考试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我就不在这里跟大家一一的说明了。
大家透过这些汉字大概也能够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大家实在看不懂的话，就可以用 Google 翻译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主要想和大家重点聊一下关于日本语能力试验 JLPT 的一些基本情况。它这个网站是有中文版的，大家看不太懂日文版的话，可以选择中文版的页面。那么这个考试它是1年举办2次，第一次是在7月份，第2次是在12月份。顺便提醒一下大家，报名时间是考试时间的前4到5个月，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它不仅是在日本国内，它在很多个国家或者地区都有举办这个考试。那么它的认证基准是分为5个等级 ，N1 到 N5。那么 N1 是最难的， N5 是最简单的。刚才我也建议大家最少也要学到 N3 以上，因为 N3 算是一个分水岭。如果大家达到 N3 这个水准的话，那基本上一些日常生活方面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你大概也能够听得懂对方是在讲什么。然后就是考试的分项成绩和合格判定。那么不管是哪个等级，它的总分都是180分。但是如果大家想要合格的话，必须符合以下2个条件才能判定为合格。那么第一个条件就是总分达合格分数以上，第2个条件就是各分项成绩达各分项合格分数以上。比如说以 N1 举例，那么总分要在100分以上才算是合格。其次，每一个分项最少不得低于19分。也就是说，假设大家的言语知识和读解都是满分，那么加起来就有120分。但是大家的听解如果是0分的话，即使在总分你是超过100分的情况下，但是你的听解是只有0分，也一样是不合格的。然后就是这个网站会有一些试题供大家去挑战一下，还有就是这个网站也会介绍一些参考书籍，那么这个大家就自己去看一下。那么也会有一些往年的统计资料供大家去参考，比如说去年7月份 N1 它的合格率是 30.2%， 然后其他的数据大家就自己看一下。然后就是关于 J-Test 和这个 BJT 还有 EJU 我就不详细的去说明了，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大家就自己去看了。EJU 我会另外做一期影片进行讲解。然后就是我想跟大家去介绍一些学习日语的时候所使用到的一些教材，那么这些教材都是我本人亲自使用过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的日本语这个系列的教材，那么刚刚学习日语的人，我相信大家都对它不陌生了。然后其次就是这个新完全大师这个系列的教材，也是我个人觉得做得非常不错的，而且是我比较私心推荐的一个教材，而且它是从 N1 到 N5 都是有出版的。另外它是有中文对照版本的，大家如果是看全日文有困难的话，那么就可以选择中文对照版本的。然后其次就是日本语能力试验对策、日本语总结这个系列的教材，它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它相较于刚才的这个新完全系列呢，它就是图文并茂这方面做的比较好，不过它只有 N1 到 N3。然后就是这个 Try 日本语能力试验这个系列的教材，这个做的也还不错，大家就自己看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 Amazon 上面关于日本语能力鉴定试验的教材的畅销排行榜，那么基本上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教材。那么其他教材我个人是没有使用过的，我使用过的教材基本上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些教材。那么如果大家有其他教材也是挺不错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区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接下来是和考大学有关的一些内容，如果你不是考大学的话，那么这期影片看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么解释一下一开始说大家考大学的时候会参加哪些考试，那么绝大多数人都是会去参加 EJU 的考试，因为日本的国立大学都是需要 EJU 的考试成绩，比较好的私立大学相当一部分也是需要 EJU 的考试成绩。如果大家不参加 EJU 的考试，那么你就会失去很多大学的选择权，这其中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说这个私立大学的武藏野大学，它这2个学科呢，它是可以用 JLPT 的成绩去替代 EJU 的日语成绩的。如果有的人他不想去考 EJU， 或者说错过了，
那么就可以用这个 JLPT 的成绩去替代。其次，比如说这个国立大学的红前大学，它就是需要大家不仅要提交这个 EJU 的考试成绩，同时也要求大家提供这个 JLPT 的考试成绩。那么除了这个学校以外，应该还有其他学校也是同时需要提交 EJU 和 JLPT 的考试成绩的。不过我自己印象中就只记得这个红前大学了。那么好，这期影片我们先聊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我自己不知道的资讯，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和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